贝贝笑着看小堂的跑出来，在小家伙快跑到时，他蹲下身去，张开了双臂，等着19扎进他的怀里。虽然有时候他会嫌小堂弟烦，像块牛皮糖似的粘着他，但是分开了，他又会忍不住想小家伙。自己带过的感情始终不一样，其他堂弟他也带过，但不像小19这样还带着睡。他最疼的就是小19。姐，19跑过来，一头扎入了贝贝的怀里。贝贝搂着他，笑问：想姐姐了吗？19紧搂着姐姐的脖子，说道：想死了，姐姐都不等我放假就来六伯伯这里，害我等了好久才能过来。哥哥们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让我爸给我买票托运过来了。贝贝抱起了他，笑道：你自己出门，大家都不会放心的。等上几天你的哥哥们都回来了，一起过来有个照顾。姐，以后你去哪里，就算不带我去，也要提前跟我说一声，行吗？贝贝宠溺的点头，好，以后姐去哪里都跟你说一声。他亲了一下小家伙稚嫩的脸，他的兄弟个个都长得俊，同学看过19的相片，都夸他的小堂弟长得特别可爱，又俊俏得很，说是他们见过最俊俏的小孩子。19马上就回亲一下姐姐。苏猛酸了，伸手就将19提过来，自己抱住，说道：19，猛哥这么大个人在这里，你看不到猛哥吗？眼里还有我们吗？19哼了一声，猛哥不够义气，你先过来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自己跑过来霸占我的姐姐。苏猛失笑，你姐姐永远都是你姐姐，又变不成我的姐姐，你那么怕我抢走你姐姐做什么？他只会当19的姐夫，你是姐姐的跟屁虫，老是和我姐姐在一起，我不喜欢。姐姐是我的姐姐。小家伙霸道得很，他挣扎要下地，不想让苏猛抱他。其他人才走到，姐，猛哥，个个都向苏猛问好。比战旭大的那几个一个个都伸手揉了一下战旭的头。战旭觉得这几个哥哥把他当成小狗儿来揉，敢怒不敢言，谁叫他是当弟弟的。不过比他小的那几个堂弟，战旭就敢端着哥哥的架子，他也揉了一下那几个堂弟的头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夸着堂弟，半年没见，你们都长高了。15哥也长高了。15哥别揉我的头，我又不是小狗。18抗拒地拍开了战旭的手，揉一揉又不会少块肉。战旭说道：没看到哥哥们也揉我的头发吗？这是哥哥对弟弟独特的疼爱，我是疼爱你们才会对你们做这样的动作。众人都笑，走了，回去了。贝贝重新抱过了19，招呼着大家出去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走出机场，引来无数人的注目。主要是这些孩子都长得特别好看，唯一的女孩被他们叫姐姐，让路人都知道了这是个大家族，而且这个大家族阳盛阴衰。上车后，19自然是跟贝贝坐一辆车，战旭都被赶到保镖车了。他就知道只要这些兄弟一过来，姐姐身边的最佳位置就没有他的份了。为什么他只有一个姐姐呀？爸妈给他生了哥哥后，怎么不再给他生个姐姐，最后再生他？要是有个亲姐姐，那该多好呀。贝贝姐是堂姐，不是他一个人的堂姐，还是他那些堂兄弟的堂姐。若是他亲姐姐，那就是他一个人的亲姐姐，意义不一样。傍晚时分，回到了欧阳家，知道战家的孩子又来一批，欧阳家的长辈都在长房这边的大厅里等着。欧阳雅特意推掉了应酬，下午5点就提前下班回家了。就连欧阳俊兄弟俩也一起回来，浩浩荡荡的一班孩子进屋。欧阳家的长辈们立时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六叔、六婶、六伯、六伯娘。孩子们打招呼，有的叫站远六叔，有的叫他六伯。
又向欧阳家的长辈们问好。欧阳俊上前去就从贝贝的怀里抱过十九，说道：“我都好久没有见过十九了，十九都长这么大了，读几年级了？俊舅舅都没空去我家里，当然好久不见我，我还上幼儿园，才5岁，5岁只能上幼儿园。”欧阳俊抱着十九走到沙发前坐下，逗着十九一会儿，又问起其他人的学习情况。问过后，欧阳俊都有点受打击。虽说他现在不读书了，但战家的孩子成绩真的个个都是名列前茅的，包括他2个亲外甥、大外甥读书时，他也还在读书，想辅导一下外甥，外甥都不用他辅导。战家的基因太好了，还好姐姐最后还是答应了姐夫的求婚，嫁给了姐夫，生的2个外甥就成为了学霸。俊舅舅，我们什么时候有舅妈？18问着欧阳俊。欧阳俊笑道：“舅舅暂时还没有女朋友呢，等舅舅给你们找到舅妈了，自会请你们过来喝喜酒的。年年过来，俊舅舅都是这样说的。见舅舅也是。”笑得最欢的欧阳健，怎么又扯到他身上了？他比大哥小一点，大哥都未婚，他急什么？欧阳雅说：“弟弟，阿俊，不是姐想催你，你看看这些小辈都快要娶老婆了，你当长辈的还是一只公。”欧阳俊无奈的道：“姐，不是我不想娶，总要遇到对的人，遇到不图我们欧阳家的钱的人才行。我接触的很多都是冲着我们家的钱来的，姐姐们当初嫁人还不是找了很久才找到合适的，并不是图欧阳家家产的男人。他和弟弟是欧阳家仅有的2个男丁，谁都知道欧阳家的那些家产90%都是留给兄弟俩继承，想嫁给他们的女人多了去，可也都是冲着欧阳家雄厚的财富而来。姐姐们的婚姻都很幸福，姐夫们个个也有本事，不会图欧阳家的家产。欧阳俊就想找个家世相当的女强人，强强联手，各自的财富都雄厚，就不会老想算计他的。没办法呀，太现实的女孩子太多。欧阳雅不说话了，2个弟弟至今未婚，也是他家的2大男士。战家的少爷们过来了，欧阳家热热闹闹的。晚上，贝贝等人带着弟弟们出去逛街，他当姐姐的本想给弟弟们买点东西，结果都是弟弟们用零花钱给他买东西，看到什么漂亮的适合他的，弟弟们抢着买给他，贝贝是拦都拦不住。弟弟们总说家里每个月给的零花钱，他们花都花不完，正好让姐姐帮他们花一点。逛了1个晚上，贝贝满载而归，苏猛都酸了1个晚上，又不能怎么样，那些都是他未来的小舅子，得罪不起。夜深了，贝贝才收到妍妍的回复，妍妍解释了织毛衣的真相。贝贝乐了，笑着发语音信息过去：“妍姐，你没想到你随口一个提议，会有那么大的连锁反应吧？”“是没想到。”君妍也笑，还传到你耳里去了。家里长辈也都知道了，今晚回家，我爸还说我停歌了，说他那什么脑袋呀，怎么会想到织毛衣送给心爱的人？我只得告诉我爸，是我给停歌的建议，然后我爸就说我了。因为我妈也在我爸面前感叹说停歌对九姐真好，真有心，居然要学织毛衣，给九姐织毛衣。我爸说他宠了我妈几十年，难道还能让我妈去羡慕儿子给儿媳妇织毛衣吗？说他也要去我外婆家里跟我妈的婶子学织毛衣，笑死我了。君言想起来就觉得好笑，他真的是随口一提，因为婷哥说不知道该给九姐送什么东西，买的礼物吧，太贵重的，九姐不肯收，太便宜的。婷哥又觉得不能代表他对九姐的深深爱恋，想亲手为九姐做点什么，又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他就那样提一嘴。君言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就会想到让婷哥给九姐织件毛衣的。看到欧阳浩时，他想到婷哥为九姐的付出，
的确是羡慕了一下，然后欧阳浩很上道，结果身边的男性，包括父辈都受到了影响。快打住吧，千万别传到我妈的耳里去，免得我爸也要学，我爸一学，苏叔他们也要学的了，还有我的8个叔叔也别想跑掉。君言笑道，这个我还真控制不了，不过目前来说不会传到你妈耳里去的，除非过年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，你妈看到我妈穿着我爸织的毛衣才会知道，但咱们这边冬天不热，一般不用穿毛衣，所以贝贝你还不用担心。贝贝笑道，那就好，想想还是很好笑。九姐吐槽婷哥不务正业了，那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笑死我了，不知道九姐收到衣服时是什么样的心情，肯定是开心的，衣服不值钱，但那份心意是无价的。九姐很爱婷哥，爱他如命，比婷哥爱他更深，就是那脾性执拗的很，我都头痛。婷哥经常向我求助，追妻是他的事，总不能让我这个当妹妹的去给他追吧，我也没有那个时间。君言吐槽哥哥追个老婆都束手无策，要是他的话，郎有情妹有意，直接带到民政局去领结婚证，省时省事，那事我们看看就行，该怎么做是婷哥的事，婷哥压力大，他忧思太多，咱们九姐又不是软弱之辈，婷哥想那么多做什么呀，没得累着自己，爱了就说出来，爱了就娶她，夫妻俩强强联手不好吗？妍姐你劝劝婷哥，让他赶紧向九姐表白吧。谁没有劝过他？我妈说他说的还少吗？我四婶也是见他一次就说他一次，有用不要说九姐执拗，婷哥也是那样的人，一路人。贝贝笑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姐妹俩聊了一会儿才各自休息，快乐的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间便是1个星期过去。贝贝在六叔家里也住了半个月，玩够了，他该去上班了。弟弟们个个舍不得他去上班，一个个都说把他们的零花钱给他，比他去上班赚的都要多，特别是19，搂着他的腿哭的那个昏天地暗呀。要跟姐姐去上班，贝贝哄好了弟弟们，还是坚定的去风尘集团上班。苏猛则带着一班小舅子回管城，连同战旭也带回了管城。相较于战家和欧阳家的乐融融，龙氏家族的气氛却持续低迷。龙氏家族很多人对代理家主龙拓是越来越不满意，就是龙氏集团的人对龙拓也不满意，怪龙拓的决策不好，怪龙拓能力不够顶尖，斗不过龙腾集团。有几大单生意，龙拓都谈到能签合同的地步了，都还会被龙腾集团截胡。更让龙拓生气的是，他听说叶龙庭最近1个星期都在学织毛衣，没听错，就是在学织毛衣。公司的事很多都不管，只顾着学织毛衣，还说学了1个星期，现在织出来的东西好一点了，当然还不能出师，还要继续学。大集团的领导人不务正业，依旧将他们龙氏集团比下去，所以大家对龙拓就很不满意了。甚至有族里的人私底下说，真希望叶龙庭就是30年前那个孩子，是嫡系一脉唯一还活着的血脉，能力那么强，就算他回来接管龙氏家族，可能会替家人报仇，报仇也是针对仇人。他们很多族人都是普通人，30年前的事他们甚至都不知道，等到知道时已成了定局。他们没有害过家主，心中无愧，但若是有真正的家主带领他们，他们就有出头之日呀。龙氏家族这30年来成了什么样子，他们清楚，最需要一个真正的家主带领他们走出困境，重回龙氏家族的巅峰时。那些话传到了龙拓的耳里，龙拓恨得牙痒痒的，派人偷偷地教训了那些说希望叶龙庭就是龙庭的族人，
此刻龙家的大厅里，龙拓坐在沙发上抽烟，一根接着一根抽。屋里装潢豪华，随便一样东西的价值都够普通人干上10几年都未必能赚到。爸，龙拓看向了把玩着一件新得的古董的父亲，要不咱们能不能再干一票大的，不听话的、不听命令的都干掉，然后强硬的修改规矩，成为真正的当家人。他不想再当这个代理家主，他要成为真正的当家人。